日本文化的魅力体现在很多领域中，而每个领域又有漫长的历史累积，最终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寺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坐镇佛龛的神像，横梁上的雕花刻纹，塔楼里的钟声，就像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，正在诉说这里的一段过去。庭园是禅意的传达者，错落有致的造景美感，植栽与光影的搭配融合，像是富有气质的舞者，透过肢体传达平衡的意境。料理是生活的实践家，当令食材的鲜美，烹饪火候的掌控，盘孙装成的创意，像是校园里的热血少年，急着想要呈现最理想的自己。跟我一起游览古老的寺院妙心寺，欣赏充满禅意的日式庭园，最后再以色香味俱全的怀石料理作为结尾，用一天体验最精致的日本文化。妙心寺面积很大，境内有46间分寺，分寺之间用石砌步道连接着。妙心寺的日文意思是开悟之心的寺院，提供禅修、抄经及冥想的体验。这里最早是天皇的离宫，1337年改建为禅寺，是一间有历史、有地位的寺院。法堂内无法拍摄，天花板的云龙图是必看的经典。法堂入口的方向靠近西边，从西边向上看，龙像是向外飞；而从东边看，龙则像是向内飞。在西边的角度，只看见龙的一只眼睛，但随着移动，慢慢会注意到另一只眼睛。因为这些很神奇的细节，我绕了3圈才结束。大方丈是重要文化财，建于1654年，原本是住持的住处，现在是传教或聚会的场所。大库里是重要文化遗产，建于1528年，现在看到的是1653年改建后的样貌。这里是僧侣用餐的地方，规模也是日本首屈一指。这里有一张模拟法堂里的云龙图，但如果来妙心寺，一定要去法堂看那幅真正的云龙，那种震撼是无可取代的感受。退藏院是妙心寺46间分院之一，常年开放。
入口处有个让游客自由创作的枯山水，像是为接下来的参观体验进行意境上的铺陈。本堂是国家重要文化财，里面还有展示日本最古老的水墨画瓢年图，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国宝发呆。建立于1404年的退藏院，本堂的圆形庭园是一大特色，有瀑布、乌龟小岛和石桥，是个充满禅意的小天地。余香院是1960年代打造的祠堂庭园，一进庭园，左右两侧是阳阴枯山水庭园。往深处走是围绕池塘流水设计的庭园，这里被视为昭和时代最美的庭园之一。在这个庭园中，我第一次看到水琴窟，这是一种会发出清脆声响的流水装置。如果不知道这种装置，根本不会靠近竹筒来聆听声音。院方很贴心地挂着请聆听的英文指示。手机的收音效果有限，下次我要用无线麦克风，让大家也一起听听这个特别的声音。大兴院位在妙心寺法堂东边，走路2分钟的位置，又叫做牡丹园，是个小巧精致的寺院。大兴院建于1479年，境内的东南角有座假山，底部铺满白沙滩，上面覆盖着雪松苔藓。由各种颜色共17块岩石组成的枯山水花园。
这里有提供住宿，可以在庄严的诵经声中度过轻松的时光。一晚的住宿是5000元含早餐，还有提供冥想及讲经。想要感受禅意的人可以试试看。如果有人在这里体验过，欢迎跟我分享一下住宿心得哦。建于1558年的贵春院，是临济宗妙心寺的分院，位在妙心寺境内靠近东北角的位置，被指定为国家史迹名胜。这里有3个庭园，建筑是京都指定的有形文化财，里面的拉门还有画家的画作。刹之亭有个小竹门，铺满苔藓的绿色地毯，简单的色调却有丰富的意境。思维之亭在地面上散落16罗汉石，中央的基石好比坐禅石，就像是进入冥想的仙境一样。在方丈欣赏最大的真如之亭，原侧挂着风铃，随着微风发出清脆的声音。看着渐红的枫叶，地上仍是爬满苔藓，红绿对比，像是2股力量在向对方示威，却又如此和谐的交融存在着。贵春院不大，却给人一股很放松的气氛。看似恣意生长的植物，其实是精心维护的结果。在这里慢慢地走上一圈，静静地看着庭园，独享心情的平静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在京都吃怀石料理的景象。那是冬天下着雨的夜晚，我没有预约，但又非常想尝试怀石料理，于是就大胆地走进这家店。通常没有预约是不会有座位的，但那天刚好就有一个角落的空位。老板娘很热情地招呼我，于是我就在奇园嘉陵吃了我会记得一辈子的怀石料理。后来在京都想吃怀石料理，我都会来这家重温当年那段美好的回忆。还没上菜之前，用浅碟先来了一口餐前酒，叫做先父的前菜，是用菜叶和鲜菇混煮的冷菜。
称为碗的汤品是保留鲷鱼鲜味的暖汤。相父就是生鱼片，以前都是3种鱼，现在物价上涨变成2种了。烧物像是艺术品一样，摆盘讲究，而且口感非常丰富。主物是以香菇为基础炖煮的料理。洋物是油炸牡蛎，外表看起来就是非常费功夫的一道菜。醋物是当季的柿子，混合酸甜的酱汁，解掉前几道菜的油腻。用整块鱼肉一起蒸煮的御饭，加上腌制小菜，这个时候已经有饱足感了。最后的甘味是烤凤梨、香草布丁及冰淇淋。很讲究的人看完这些料理，应该会定义这个叫会席料理。之前因为日文发音，我也搞不清楚怀石料理和会席料理的区别。后来才发现，怀石料理已经根据现代的饮食习惯改变了不少，两者之间没有太多区别了。在这里，我只要专心享受美食就好了，其他的不用想太多。用1天的时间，深度体验日本文化的魅力，在信仰、艺术及料理不同的领域里，获得相同的满足，五感愉悦，世界好像都变慢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深度体验日本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和我一起发掘日本更多迷人的地方。